他道：“我向来不注意这些繁文缛节，你不记得了？”聂怀桑用上骨敲敲手心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蓝忘机从怀里掏出一个精巧的钱袋，拿出银两放在桌边。魏无羡心领神会，一边整着100站起身，边道：“怀桑兄，我和蓝湛还有要事，改日事情解决了，再找你把酒言欢，咱们不醉不归。”聂怀桑摆手道：“言欢可以，把酒就饶了我吧，我可不敢跟你拼酒。”魏无羡一笑，拍了拍聂怀桑的肩膀，与蓝忘机一同行礼，并肩走出客栈。聂怀桑拱手回礼，站在原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，手中折扇轻轻摇晃。片刻后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。抵达云深不知处时，已经接近黄昏了。魏无羡注视着云深不知处门前的家训石碑，12年过去，蓝家的家训又多了近1000条，此刻密密麻麻地刻在石壁上，竟有一种十足的压迫感。蓝忘机停在他身边，与他一同仰头望去。蓝湛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蓝忘机道：“何事？”魏无羡斟酌片刻，道：“你叔父若是再看见我，恐怕……”他话未尽，蓝忘机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无妨，我在，无妨。”魏无羡愣了一瞬，低低地笑起来。再相逢后，蓝忘机总会说一些类似的话：“我在，别怕，有我。”就好像魏无羡什么都不用在意，只需把自己交给他，全心全意的相信他就可以。魏无羡止住笑，唇角依旧是上勾的。他拉住蓝忘机的手，引着他把手心翻出，另一手伸到自己腰间，轻巧地解下了那枚银铃。他把银铃放在蓝忘机的手心，拢住他的手指，慢慢地收紧，直到银铃被完整地包住，珍重地放好。不用你多费心跟你叔父作对。魏无羡笑意盈盈：“我藏在你手心里就好。”他眨眨眼，略带嗔意道：“韩光君，我这可是把自己的命都交给你了，这条命来之不易，你可要给我看好了呀。”蓝忘机看看他，又看看自己须攥成拳的手。其实哪有什么好看的，他们是去云深不知处，又不是去什么危险的地方。况且魏无羡并非不能自保，不如说他根本不需要旁人保护。蓝忘机的目光停留在魏无羡笑弯的眼睛边，道：“好。”蓝忘机把银铃收进怀中，原本是贴着左胸的，但他的手刚刚收进去，便想起什么似的，把银铃又更换了位置。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了，距离云深不知处休息的时间所差不远。蓝忘机沿着林路前行，一路与擦肩的门生点头致礼。魏无羡缩在蓝忘机的怀里，银铃被蓝忘机的体温温得暖暖的，又被淡淡的檀香所包围，连带着他灵魂的感知也变得舒适起来。蓝家的门生见了韩光君，都是一副又敬又畏的模样。虽说蓝忘机从小就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，但如今长大成人，魏无羡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愈发生人勿近起来，活像死了老婆。魏无羡腹诽。蓝忘机顿住了脚步，到藏书阁了。魏无羡疑惑，但他现下在蓝忘机怀里，除了声音之外什么也感知不到，只得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仔细去听。忘机。蓝忘机拱手行礼：“兄长。”原来是泽无君，难怪蓝忘机要停下来了。蓝曦臣多看了蓝忘机几眼，笑道：“好久不见你这么高兴，今天是发生什么好事了吗？”高兴。魏无羡忍不住回想蓝忘机那张脸，那张脸也能有高兴的模样。蓝忘机会笑吗？他越想越好奇，恨不能立刻从银铃里出去看看蓝忘机现在的神情才好。可蓝曦臣还在，他是断不能做这种事的。蓝忘机点头，淡若琉璃的眸中似有微光闪烁：“是很好的事，是吗？”蓝曦臣笑：“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他向前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顿了顿，道：“今日阿瑶与我传书，告诉我一件事。他说，既然有客人来，那便不要怠慢了人家。”蓝忘机回身深居一礼，道：“忘机明白。”银铃在他怀中轻快地响了2声，像一句问好，又像几声促狭的笑。蓝曦臣愣了一瞬，旋即又笑起来，缓缓离去了。走到无人之处，蓝忘机停下脚步，从怀里掏出那枚银铃。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待得舒适无比，几乎舍不得出来了。但毕竟正事要紧，
他赖在银铃里多感受了几分蓝忘机身上的檀香，便伴着银光现了原形。身侧是开得正好的玉兰花树，树梢系着一条鲜红的长绳，年代有些久远，经历了太多风雨，已经有些旧了。魏无羡摸着下巴，笑道：“蓝湛，这是你们家重建的时候移过来的吧？我记得曾经这里也有过一棵玉兰花树。”蓝忘机见他一切安好，也转头去看簇簇盛放的玉兰花，道：“魏无羡道：“那你记不记得我还送过你2只兔子？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这么多年了，恐怕早就不在了吧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他们不在了。”他停顿片刻，但兔子还是有的。兔子？云深不知处养兔子了？魏无羡惊道：“在哪？谁养的？”蓝忘机并未回答，只说：“你若是想看，我带你去。”